費倫托利斯加時建功，西班牙力克10人阿根廷重登寶座。西班牙加時擊敗10人阿根廷，費倫托利斯絕殺勇奪隊史第2冠。今屆決賽上演了一場理念與身份的終極對決。西班牙憑藉堅定內心的傳控風格笑到最後，這支全新世代成功複製了2010年的傳奇成就，全場上下陷入瘋狂喜悅之中。西班牙是決賽場上唯一真正渴望進攻的球隊，從開賽第1分鐘到加時賽結束始終佔據主動。反觀阿根廷在安素費南迪斯被逐離場前顯得毫無企圖，令人驚訝的是他們直至第115分鐘才錄得全場首次射門。西班牙的嚴密防守徹底凍結了對手，正如他們在今屆賽事的8場比賽中僅失一球一樣穩固。面對對手構築的藍白防線，西班牙始終堅守自身風格。當入球終於在第106分鐘出現時，這絕對是實至名歸。當時帕杜博路送出精準長傳，後備入替的尼高威廉斯精彩頭槌回傳，造就了另一名後備騎兵費倫托利斯起腳破網。這記高質素的勁射令阿根廷主帥神情落寞。阿根廷今屆晉級之路可謂驚濤駭浪，全靠韌力與遲來的入球支撐到最後。然而在所有淘汰賽階段中，他們從未在第90分鐘取得領先。隨後球證吹響終極哨聲，標誌着衛冕夢碎。美斯賽後面對阿根廷球迷時難掩淚水。美斯與隊友此前曾連奪3項大賽錦標，自2019年的美洲盃之後，他們在淘汰賽未嘗敗績。全場比賽結束後更發生了不愉快插曲。後備上陣的帕利迪斯因叉頸襲擊對手而被逐。阿根廷在落敗後的表現備受批評，在頒獎儀式期間竟背對着西班牙球員。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西班牙隊長洛迪捧杯後遲遲不願離場，再次成為焦點。今屆賽事閉幕儀式延續了一貫的浮誇風格。珍妮花侯遜在開賽前獻唱美國國歌，湯告魯斯亦發表了關於足球的演講。決賽開球時間因此延誤了6分鐘，中場休息時段同樣安排了多項表演。不過球場上的實際戰局並未帶來太多驚喜。阿根廷開局階段曾有過短暫閃光，烏尼西蒙器官出營卻造就對手良機，這幾乎是他們全場唯一具威脅的進攻組織。整場比賽的節奏完全由西班牙的控球主導，洛迪在防守中場位置穩控比賽節奏，西班牙不斷加強壓迫並嘗試撕破防線。中場休息期間的表演同樣成為熱話，歌手麥當娜並未親身登台演出。影片中麥當娜坐在由球星駕駛的汽車內高歌。隨着下半場水站休息過後，西班牙攻勢越加猛烈。阿根廷門神馬天尼斯全場作出11次精彩撲救，史卡朗尼排出極度保守的陣型苦苦支撐。他在第101分鐘調整陣型為5人防線。阿根廷希望藉此拉近與對手的距離，但帕利迪斯隨即因侵犯對手而領黃牌。安素費南迪斯更因情緒失控連吃黃牌被逐。直至加時賽開始前，馬天尼斯迎接連化解危機。西班牙在加時賽全面圍攻對手，馬天尼斯繼續奮力撲救，力保不失。當尼高威廉斯破門前球證判罰犯規在先，不過西班牙的狂攻終於迎來決定性時刻。費倫托利斯在第106分鐘打破僵局，隨後在第113分鐘再度破門，卻因越位被判無效。這顆唯一的有效入球足以決定勝局。由路易斯迪拉富安提帶領的平民球隊正式在球衣上繡上第2顆星。特朗普及因芬天奴同台頒獎，喧賓奪主引證世盃輪金錢遊戲。今屆世界盃最終結局完全依足國際足協主席因芬天奴以及美國前總統特朗普預期落幕。在漫長決賽日早期，大力神盃在賽前被捧出，獎盃從一個路易威登行李箱中被取出，完美呼應整項賽事浮誇奢華基調。到了頒獎關鍵時刻，兩人一同步上頒獎台，將獎盃交給滿面笑容的洛迪。期間特朗普在西班牙隊拍攝大合照時，竟然遲遲未有離場，令場面一度略顯尷尬。兩人撇開所有尷尬表情後，便轉身離開球場，留下金色紙碎在新澤西州球場上，散落在凹凸不平的草坪上閃爍。這場規模空前足球盛事所帶來的龐大餘波，正遠遠擴散至石屎球場之外。要如何理解這場在蔚藍美國天空下上演的發燒夢賽事呢？它既熱烈迷人，又往往極奇怪異且令人迷失。足球本身在整個下午，仿佛只是一場配角戲，即使球賽本身的沉悶過程，亦對這一切無補於事。任何極力尋找賽事啟示的人，或許能從西班牙成功中獲得滿足感，因為這最終是在一個世界盃中集體主義思想所取得的重大勝利。而這屆賽事原本旨在縱容個人崇拜。在整個過程當中，
因芬天奴與特朗普並肩而坐，在防彈玻璃後方注視着這場奇觀。這到底為足球健康發展作出了什麼樣的廣告宣傳呢？過去1個月種種爭議充分表明，包括被賦予巨大影響力特朗普在內，足球界高層管理者們從未像現在這樣遠離群眾，亦從未如此般刀槍不入。在防彈玻璃另一邊，阿根廷與西班牙上演了一場大戰，這堪稱是史上其中一場最糟糕決賽。球員不斷互相傳球與糾纏，甚至在場上咆哮與爬行。儘管人們有時會懷疑這是否真的重要，那些向款待服務商支付了100萬美元購買場邊座位並獲贈太陽帽的富豪們，或許已經以切膚之痛明白到一個道理：足球往往無法保證按需提供多巴胺快感，因為這本質上是一個社交場合，用來展示身價而非純粹觀賽。根據國際足協開賽前發布一份文件，官方該奧地列出了名單，包括現場235名出席知名人士，以及一眾特級貴賓，其中影星湯告魯斯在賽前表演中，於平淡無奇環節嘗試發言，卻被阿根廷球迷震耳欲聾聲浪淹沒。這也是當天極少數罕有時刻，能讓人感受到真正的足球氣氛。這屆賽事徹底扭曲了足球傳統結構，甚至拉扯並撕裂了這項運動本質。或許在因芬天奴圈子看來，所有宣傳全都可以被優化與包裝，並以更響亮浮誇方式向非球迷推銷這項運動俗氣外衣。國際足協確實成功將自己品牌深深烙印在美國公眾腦海之中，以至於整個夏天有一大批美國民眾以為這項賽事名稱是國際足協變體。然而巴洛根事件卻引發風波，對外界對國際足協機制信任度及其宣稱政治中立造成了無法估量損害。這完全考驗了足球界內部人士耐性，儘管這並不足以阻止因芬天奴在3月份選舉中以壓倒性姿態連任，但同樣令人擔憂的是另一個問題。這向剛接觸這項運動新人傳遞了一個極其危險信息，那就是只要建立了相關人脈關係，任何賽果都可以輕易地被操縱。特朗普毫不掩飾他的個人龐大野心，希望美國能在不久將來獨自獲得主辦權。他與因芬天奴之間緊密合作關係顯然不會退回至普通高爾夫球友水平。到了2038年的下一個主辦空檔期，美國或許會舉辦一場足球盛事，在道德層面上等同於增強運動會。就目前而言，足球依然有其挺過難關方式，儘管決賽大部分時間都令人感到煎熬。直到傍晚時分，費倫托利斯射入一球，才正式確立了西班牙霸主地位。佛德國國家隊及其門將和斯拿的故事必將成為千古佳話。美斯與夏蘭特以及麥巴比與比寧咸等這4名頂級球星亦盡了球星本分。而比利時在16強賽事中擊敗了一支原本討人喜歡的美國隊伍，這意味着巴洛根獲得停賽豁免，最終並未產生任何實質上影響。撇除醜聞與恥辱之外，這屆賽事確實展現了正面價值。堪薩斯城與休斯敦等幾個主辦城市熱情地為球迷與球隊鋪上紅地毯，展現出真誠且令人感動慷慨與好客。雖然從海外角度很容易產生誤解，將整個美國與其政府污點混為一談，但人類本質上依然是善良與親切的，而且對身邊事物充滿了好奇心。這次在美國各地漫長旅程，提供了一個罕見絕佳機會，讓人可以重新記起這一點。美國地域非常遼闊，其移民社區亦積極參與其中，加上偏遠地區距離適度遙遠，令這屆賽事痕跡無處不在，卻又仿佛隱於無形一樣。在加拿大情況亦大致相同，而墨西哥則注入了最原始激情，展現出未經雕琢純粹足球狂熱，提供了今夏無與倫比亞茲特克球場，本應獲分配舉辦16強以後賽事，可是當地人們擔心他們失去機會，或許不會再獲得另一次主辦機會。而墨西哥未來去向令人擔憂，國際足協與因芬天奴無疑會變得更大膽，因為獲得了高達150億美元龐大收益，這數字大幅超過了官方預期。在追求更大更好貪婪驅使下，因芬天奴幾乎不可能收縮賽事規模，甚至已經將64支球隊賽事合法化為一個討論焦點。或許當這個構想正式落實時，歐洲以外國際足球將會找到出路，因為在本屆賽事當中，阿根廷與摩洛哥是僅有2支球隊能夠打入16強以後階段非歐洲隊伍。隨着這場史無前例世界盃曲終人散，他吞噬了龐大資金與廣播時間。當因芬天奴與特朗普相繼離場，眼看范洪美斯默默站在阿根廷球迷前，為這缺乏人情味場合帶來一絲光輝。對於這位史上最偉大足球員，以及將他每一次出場化作致敬球迷而言，一個時代已經正式終結。這也是整項足球運動全新轉捩點，似乎邁進了一個全新維度月份。
西班牙整體戰術克敵，壓制美斯單核魔法封王。是時候截斷魔杖，埋葬魔法書，為這場粗糙的魔法畫上句號。在紐約新澤西州這座金屬巨碗球場外，球王美斯告別世界盃決賽的背影，伴隨着一種揮之不去的悲涼。而西班牙則以一場完勝，實至名歸地奪得隊史第2座世界盃冠軍獎盃。相反，阿根廷除了展現出頑強骨氣與肉搏抗爭之外，幾乎無法創造任何實質威脅。這支阿根廷隊全憑信仰、虔誠能量，以及對那名年屆39歲、獨自奔跑的精靈所擁有的非理性魔法之盲目崇拜而建立。然而魔法終有失效的一刻，天降神蹟並未如期上演。這位仿佛莎士比亞筆下的普羅斯佩羅，如今或許已正式告別這個舞台，在廣播聲音之下為全場觀眾獻上最後告別。不論在新澤西州發生什麼事，這第3次打入世界盃決賽的美斯都極可能是其生涯最後一戰。對於這位當代乃至歷史上最偉大的球員而言，在整整120分鐘的比賽中，人們聽到了告別樂章的奏響，看見了他熟悉的戰術動作、跑位與身姿，卻唯獨失去了昔日那份靈魂核心。回想在亞特蘭大對陣英格蘭的那半小時，領隊杜曹率領的球隊在美斯的強大氣場下黯然收縮。那或許已是美斯最後的輝煌時刻，但他依然選擇抗爭到底。當加時賽補時第3分鐘到來時，紐約新澤西州球場遠端角球區已被夕陽陰影覆蓋，草地呈現出深秋的暗綠色，倒數中的倒數即將終結。在經歷了8場大賽之後，落後1球兼少打1名的阿根廷隊，面對着過去2小時內一直進行着精密秩序窒息戰術的強敵，這名經歷過6屆賽事、年屆39歲的老將究竟還剩多少體力？那根希望之絲又有多麼纖細？美斯依然堅持在那裡，小步奔向角球旗，頭部微晃，雙腿如超級英雄般急速運轉，開出阿根廷在全場比賽最後的角球，竭盡全力搞出最後一絲弧線與飄逸。而在大約15分鐘前，美斯還站在中線附近，而一貫帶着淡淡好奇的表情，目睹了這場激烈決賽的決定性時刻。當時費倫托利斯調整步幅，將皮球高高勁射入網，攻入全場唯一的一球。紅衫球員在角球旗旁歡呼雀躍，看台上的球迷沸騰翻滾，而美斯則彎下腰深深凝視着草皮。這個入球來自西班牙全場第20次射門，而阿根廷全場則是0次射門，傳給費倫托利斯的這記倒三角傳球，更是西班牙整場比賽第715次成功傳球。這證明西班牙不僅僅是冠軍，更是本屆世界盃毋庸置疑的最強球隊，是一個完美體系與成熟體育文化的具象化體現。他們在奪冠之路上擊敗了上屆卡塔爾世界盃的2支決賽隊伍，驅散了歷史陰霾，中和了英格蘭的重錘，並徹底壓制了將阿根廷一路拉進決賽的神奇魔法。整個早晨的紐約高溫狂熱，交通擠塞且令人窒息，給人的感官帶來持續衝擊。這與任何一個普通星期日其實並無異致，但這座球場在多個層面上都給人一種到達終點的感覺。這屆世界盃略帶混亂的組織秩序，在烈日下排隊入場的漫長人龍中體現得淋漓盡致。這座從新澤西州瀝青地面隆起，外形宛如巨大廢棄外星人輪蓋的球場，此前並不討喜，但在內部卻是一個充滿肅殺之氣的古典角鬥場。開賽前1小時，看台便已爆發出陣陣音浪。這本應是一場更具對抗性的較量，尤其在戰術與風格上。西班牙是終極的體系型球隊，代表着流程與工藝，就像某個高度發達的星空奇遇記外星社會中的足球，那裡的人穿着長袍智慧地談論着集體努力與成果共享。而阿根廷的足球則是情感民族主義的體現，同時帶有深厚的歐洲基因。沒有什麼比足球更能代表阿根廷，但阿根廷足球卻深受歐洲熏陶。作為球隊神明的美斯原本可以代表西班牙效力，並在西班牙學習踢球方法，進而成為現代歐洲球會足球的頂峰代表。從一開始阿根廷就顯得手腳冰冷，就像先前對陣英格蘭上半場一樣，他們試圖拖延時間、收縮防線、壓縮空間，為美斯爭取可控的局面。在美斯第一次從步行轉為跑步之前，西班牙已經連續進行了35次傳球。美斯在開局階段大部分時間都在避開擁擠，像婚禮上的遠房叔父般默默退後。眾所周知，美斯喜歡在這些時刻觀望分析、測量水流與角度。他確實以貴賓席的極佳視野觀看了西班牙的傳球控球，比看台上的明星沙拉謝西加派卡和麥菲保德力更加專注。到了半場休息時，阿根廷在烈日下已逐漸乾涸，宛如一塊失去水分的牛肉乾。此時世界盃舞台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世界，一方面是一場混亂、艱苦、未分勝負且比數為0-0的足球拉鋸戰，
充滿了不可動搖的力量，宛如在解一道複雜代數題。另一方面，大熒幕上顯示着麥當娜狂熱地扭動身體。隨後是韓國流行音樂巨星防彈少年團登場，飾演泰德拉素的演員以泰德拉素身份與查斯丁比伯演出短劇。查斯丁比伯隨後彈着吉他，以幾乎毫無活力的姿態演唱，彎着腰，穿着長褲與白鞋，動作簡直是在模仿美斯。莎奇拉則成功展現了莎奇拉的魅力。數以百計身穿鮮豔服裝的人員出現，並揮舞着巨型帆布，這是一場表演。雖然稱不上優秀，但我們本來不就有一場球賽表演嗎？當球員重新登場時，全場最令人討厭的播音員聲音響起，宣布半場比數：西班牙0-0阿根廷。隨後時間與比賽繼續向着終點流逝，在沒有美斯閃光的時間裏，阿根廷是一支會讓你迷失自我、表現失常，甚至忘記足球初衷的球隊。但西班牙太過強大，會在對手做到這一點之前將控球權奪走。從第70分鐘開始，阿根廷只是任由時間流逝，成為一支除了拖入互射12碼之外毫無勝算的球隊。在法定期限90分鐘補時第2分鐘，因素費南迪斯在10分鐘內吃到第2張黃牌被罰出場。比賽懸念徹底破滅，美斯未來將繼續為邁阿密國際效力，甚至可能繼續代表阿根廷踢球一段時間。但世界盃才是屬於他的終極舞台，是他定義的空間。現實點說，他恐怕不會再回來了。當完場哨聲響起時，美斯正在步行，隨後他沒有加快步伐，繼續默默前行，任由西班牙的球員與職員湧入球場，看台瞬間陷入狂歡沸騰。美斯超凡的技能，即使在他最具爆發力的巔峰時期，也是在於創造屬於自己的平靜與定力。隨着場上空間日益擁擠，場外喧囂日益劇烈，這種品質顯得越發迷人。即使在本屆世界盃的暮年時刻，美斯依然令人賞心悅目，隨時能調動出那種讓周圍世界變得對稱、柔和且任其操控的爆發瞬間。西班牙或許在戰術上戰勝了他，但他們永遠無法製造出另一個像他這樣的球員，而我們恐怕也永遠不會再見到第二個美斯了。耐性破美斯神話，阿根廷童話夢瑞倫反派。今屆世界盃決賽過程沉悶，阿根廷嘗試以體力化戰術抗衡。在第一個半場結束時，球賽沉悶程度令人質疑表演比球賽更精彩。阿根廷無法匹配西班牙的控球踢法，但他們有方法拉近差距。領隊史卡朗尼麾下球隊大打體力戰，旨在破壞球賽流暢度。斯洛文尼亞直球證採取寬容態度，允許球員在場上粗野攔截。球員在早段的侵犯逃過黃牌警告，加上草地質素欠佳，成功打亂了西班牙的傳控節奏，這造就了決賽史上最沉悶的其中一場比賽。不過西班牙拒絕中計，展現出極佳的耐性與冷靜。這支歐洲冠軍保持沉着應戰，歷史上第2次贏得世界盃。儘管他們的耐性被對手的破壞戰術與小動作不斷挑戰，阿根廷全場無法有效組織進攻，後場出球特別是左路問題嚴重。西班牙的針對性逼搶極之出色，徹底窒息了對手。中場球員完全被對手比下去，史卡朗尼被迫在半場作出調動，派員上陣提供更多中場穩定性。然而這項調動未能改變戰局，阿根廷踢法依然粗野，球員因粗暴攔截而領黃牌，甚至差點被球證逐離場。阿根廷最終自食其果，在正規時間尾段2黃1紅被逐。這場敗仗暴露出體能消耗過大，以及過度依賴美斯的致命傷。這是一支老態龍鍾的球隊，此前已踢了第2場加時賽，球員雙腿沉重，加上2名正選中堅先後受傷，更令雪上加霜，球隊失去後場出球點。對美斯的過度依賴也嚴重傷害了球隊。西班牙徹底切斷了這名39歲球星的傳球供應線，防守強度極高，令美斯完全無法找到空間擺脫防守。準決賽對英格蘭時的傳中威脅完全不復見。外界認為史卡朗尼在球員被逐後應該換走隊長美斯。美斯在場上如同過客，無法有效為球隊控球護球，但教練卻換走祖利安艾華利斯，削弱了前場的反擊速度。艾華利斯離場後，球隊改踢5人防線試圖守住和局。數據顯示阿根廷全場期望入球值為0.00個單位，直至末段形勢絕望才勉強製造攻勢，數值也僅升至0.22個單位。直到第117分鐘，衛冕冠軍才錄得全場第1次射門，那是美斯遠射被對手擋出底線。西班牙整體防守表現無懈可擊，阿根廷全場控球率僅為34%，9個百分點，在禁區內只有6次觸球，
下半場形勢完全一面倒。西班牙全場狂轟20次射門，但因把握力欠佳險被拖入12碼。門將馬天尼斯全場作出12次精彩撲救，這創下了世界盃決賽紀錄。最精彩是擋出對手的罰球，然而這一切仍然不足夠。教練的換人調動成為勝負關鍵。西班牙從戰術與道德層面絕對實至名歸，他們掌控場上球權，並以沉着心態頂住了對手的粗野小動作。球隊中場核心表現極佳，隨後被換出休息。領隊的調動精準無誤，後備球員上陣後極具威脅。阿根廷派員嚴加看管對方主力，但西班牙換入尼高威廉斯加強兩翼側擊速度，球隊的強大壓迫終於產生效果，多次錯失良機後打破僵局。右路送出精準長傳，隊友擺脫防守後倒三角回傳，後備上陣的費倫托利斯輕鬆射入，助球隊鎖定勝局。球王美斯職業生涯最後一次世界盃決賽，最終以令人心碎的悲劇收場。當夕陽西下時，阿根廷未能延續今屆賽事的奇蹟魔法。在以0比1不敵西班牙的決賽中，阿根廷創下世盃決賽近8年歷史的恥辱紀錄，首次在法定時間內零射門。即使進入加時賽，他們依然毫無威脅。對於年屆39歲的美斯而言，今次決賽本應是展現偉大的最後舞台。這場敗仗絕對無法玷污他的傳奇歷史，反而讓世人更深刻記住成就。準決賽擊敗英格蘭的意義不遜於決賽，但美斯在今場決賽中確實罕有神隱。西班牙球員完美的戰術執行力，徹底瓦解了這位球隊隊長的威脅。比賽接近尾聲時，阿根廷在絕望中暴露出醜陋一面，踢法變得粗野狼狽。年屆39歲的美斯在球場上奔跑，仿佛要拉長與歲月競賽的時間。然而現實殘酷地宣告，美斯的世界盃時代已經正式徹底畫上句號。遠在2022年首奪大力神盃後，外界已猜測他會退下火線，正如2016年美洲盃失利後，他曾短暫退出國家隊一樣。10年光陰流轉，當年的爭議早已煙消雲散。縱然賽前坦言別無所求，但這場糟糕表現與失利，令童話故事徹底變調。他們從萬眾景仰的英雄淪為反派，為夢幻旅程寫下唏噓句號。